正面上升，别拿屁股对着我。我就非要这么睡，你看不惯就回头别看啊！把你这东西看老实点儿，硌着我脚心了。要是晚上不小心踩断了，可别怪我。你这死家驹就是故意的。屈成，你醒醒！这家伙冒着严寒还淋了雨，肯定是生病了。我躺一会儿就好了，你别怕。下雨，别去。是不是他们追来了？外面还在下雨，屈成又生病了。如果刀疤脸搜上门来，我们简直是插翅难飞。你们做啥子的哟？老家伙，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开着车子、长得又高又大的外地男人？我每天下山买辣椒都能看到很多外地人，我知道你们说的哪一个啥。老不死的，你别废话，我们刀疤哥可是等着抓人呢。你要是不说实话，可别怪我们不客气。其他几家我们都搜过了，就剩你了，给我搜！哎呀，是真的没有吗？你们天天来收保护费，我哪敢瞒着你们呢？你不能进来呀！哎呀，都说了没得人，你们偏不信。这里是我娃娃的新房，你们闯进是啥意思噻？难不成屈成那老狐狸真的不在这里？一会儿如果真的被他们发现，也只能硬碰硬的打一场。反正刀疤脸不在这里，也没人认得我。只要屈成不被发现，总有逃出去的办法。思念，老头，你儿子的新房为什么连床被子都没有啊？啊？哎呀，天气不好收起来了，否则放在外面要找霉板的噻。你们小年轻不懂的。既然收起来了，那肯定是藏在柜子里了。王哥，刀疤哥让你回去，说是在山上找到了屈成的车，他很可能故布疑云，这时候已经逃下山了。啊？确定找到了？对，没错，就是那辆车。好，那咱们现在下山。作孽哟，惹上那帮子土匪。不用害怕，人已经走了，回屋继续睡觉去。人走了，不准走，很冷，就在这里。喂，你清醒点儿，你先放开我，说好了不能在这里的。思念，你真好，就像当年一样好。放手，这是别人的新房。我爱你。屈成这个天杀的混蛋！你还知道给我擦干净？别以为仗着昨晚生病回来我就原谅你。昨晚上把被子弄脏了。什么？那怎么办？你们醒了没有噻？醒了我就推门进来喽。咋没动静啊？哎，我说娃儿，你们在不？醒了，刚才说话来着，没听见您叫门。老爷子，您起得可真早。老爷子，我来吧。啊，不用，早饭，当然要早点吃。你们昨晚睡得好不？昨晚当然睡得好，昨晚真是多谢您了。要不是您出手帮忙，我们这会儿可能已经被那些人抓走了。说起来，老爷子您竟然知道有人要抓我们，怎么也不问清楚我们的来历，就不怕招来坏人吗？哎呀，这有什么怕的哟？昨晚找你们的那些人是我们这里出了名的恶霸，没得一个好东西。况且，你看这个娃娃，知道弄脏了我的被子，连话都不好意思说，估计没什么心眼算计我老头子。何况我家穷成这样，就算遇上坏人，又能被劫走几个钱噻？老爷子，您既然都猜到了，那不觉得两个男人是这种关系，很不正常吗？你们不用紧张噻，我老头子活一辈子，什么没见过呀？实话说，我儿媳妇就是个男娃娃噻。
以前我也受不了，村里的人见到我们也指指点点，结果我娃娃就跟着儿媳妇走了，5、6年都没回来喽。后来我想开了，男娃女娃都一样嘛，2个人过日子，高兴不就好噻？不管你喜欢男的还是女的，只要你开心，爷爷就高兴。老爷子，真的，谢谢您，我们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总之，谢谢。哎，好了，你们2个瓜娃子，这一大早是做啥子嘛？又害得我想起了伤心事。哎，吃饭啊！老头子，我腌的咸菜好吃的很，快尝尝。那我就不客气了。哇，又辣又好吃，老爷子，你这手艺绝了。嘿嘿，有空常来玩哟。我腿脚不好，走不动喽。你们要是有机会见到我娃娃，就让他回家看看。一定会的。好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也该回家了。怎么了？这么盯着我看，是不是这身衣服太帅了？哎，季成，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家？说什么傻话呢？我们不是正要回去吗？不是回艾斯市，而是回我的老家，去见我妈妈。你是认真的？当然，没有比现在更认真了。成哥，对不起，这次都是我的疏忽，才捅了这么大篓子。如果我早点察觉外城的动向，说什么也得宰了刀疤脸。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查到刀疤脸到底是什么来头了吗？据咱们的线人汇报，1年前他出来之后就投靠了坤帮，因为作风狠辣，手段残忍，一直很受帮派重用，如今在帮里算得上个小头目。坤帮，刚冒头的新帮派，以前没听说过。对，是最近2、3年才刚成立的，不过发展很快，据说跟很多地方都有勾结，警方都拿他们没办法。行了，我知道了，他们跟我们不是一路，你看好豪庭的场子，有什么事情等我回去再说。成哥，用不用我带几个兄弟去找你？现在整个歪城都是他们的地盘，你和徐先生的处境很危险。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你们一来肯定会惊动他们，到时候闹大了更麻烦。你不用担心我，继续查帮里的内奸，找到之后留着，等我回去处理。电话打完了。咱们现在已经出了外城，也算是离开了刀疤脸的地盘，不过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估计还得靠着驴车来跑路。唉，我后悔死了。本来只是想来买点种子，结果跟你一掺和，就成了逃命游击队。早知道就不跟你来了。怎么着？嫌弃我？确实有那么点儿。嫌弃我也完了，一会儿这驴车跑到你家，我就算登堂入室了，售出概不退回。懒得理你。唉，我就当是领着只黑瞎子出门体验生活了。不过你别说，这么晃荡着往前走，还挺有闲云野鹤四海为家的感觉。哼，怎么说话的？我要是黑瞎子，那你是什么？亏你还有心思说这个，一想到等会儿到了你老家就要见到丈母娘了，我这心又紧张的不行。我呸！我愿意把你这丑媳妇领回家就不错了，你还矫情起来了。其实应该把窝窝一起带来的，不是说山城的东西很好吃吗？那小兔崽子一定喜欢。到时候咱们3个一起去见他老人家，窝窝再替我说说好话，撒个娇什么的，我这东床坏婿保准就定下来。窝窝可是我儿子，凭什么帮你说话？哼，我也把窝窝当儿子不行吗？反正小家伙是你收养的，又没血缘关系，多一个人疼他，你还吃醋啊？谁说我俩没血？怎么了？怎么说一半不说了？没什么，我是说我俩没血缘关系也是父子，你再疼他也白搭。以前每年的清明和忌日他都会来，可是自从进去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来扫墓。这一耽搁就是7年。高兴一点，别哭丧个脸。
知道的是你心里愧疚，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逼着你来跟老太太提亲呢。你一会儿给我正经一点，别丢我的脸，否则我妈看到你心里肯定在琢磨，我儿子这是带回来个什么玩意儿。瞧见没？这些都是用来贿赂伯母的。一会儿东西一送，嘴巴一甜，老太太保准承认我。我妈连徐家都不稀罕，还在乎你买的这点东西。说起来，为什么你会把伯母葬在这里？我以为凭你家的财力，至少要把伯母葬在徐家祖坟呢。这是我妈自己要求的。徐建国在我妈临死前还在外面花天酒地，我妈不愿意死了还要跟他见面，所以就回了老家。抱歉。没事，你不问，其实我也想找个人说说，省得一会儿见到我妈心里就更难受。我是不是没跟你说过，我妈以前是徐家的厨子？没说过。我妈叫赵兰，没嫁给我爸之前就已经是鼎鼎大名的大厨了，好多酒店都要高薪把她挖走，但是她心里喜欢徐建国，所以愿意留在徐家继续打工。那个时候徐家还在路边开小馆子，店里的招牌菜全都是我妈主动提供的家传秘方，可以说没有我妈就没有现在的徐家。既然你妈妈是徐家的顶梁柱，为什么后来带着你回了老家？你之前说小时候在这里住过，又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是未婚先孕出生的呀，小时候在这里长大，连徐家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妈从小在山里长大，家境也算富裕，怀了我之后还怕徐建国不承认，就干脆带着我回了老家。徐家没了我妈几乎一下子就垮了，徐建国就想把我妈骗回来，但又不愿意娶她过门。直到我爷爷知道这件事，亲自把我和我妈接回家，逼着徐建国负责任，我这才算是得到了徐家的承认。后来呢？徐建国总不能因为不爱你妈，所以宁愿留下徐新年这个私生子，也不要你这个大儿子吧？还能有什么后来？徐建国天天花天酒地，我妈没几年就气得病死了。他好不容易摆脱了我妈，高兴还来不及，又知道自己有徐新年这个正常的儿子，当然就得赶快甩掉我这个畸形的绊脚石了。等一下，什么叫徐新年是正常的，你是畸形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去，我怎么只顾着说当年的事情，忘了眼前这个听众不是罗小茂，而是曲成呀。畸形就是我面瘫不会讨好别人，比不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徐新年呗。不对，你刚才肯定不是这个意思。思年，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没事胡思乱想些什么呀？我有什么好骗你的？就是那里了，我们快走几步，一会儿天要黑了。难道真是我想多了？妈，我来看你了。这么多年，你还是这么年轻啊！我都30岁了，你现在已经快成我姐姐了。你过得好不好？钱够花吗？之前我想着给你买件毛衣，结果也没来得及回来。你放心，我挺好的，这7年在外面发财来着，你不用替我担心。哦，对了，我现在已经离开徐家了，您别问我原因，反正离开我过得反而舒坦。我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也别在梦里总问东问西的。你别走，妈，我这次回来特意带了个朋友来见你。你也知道我喜欢男的，所以他是谁我也不介绍了。你看着他还顺眼吗？要是顺眼，以后可就是咱家的媳妇了。伯母，我叫瞿成，双木瞿，城池的城。之前听慈年提过你很多次，这次终于见面了，希望您老人家看我还顺眼吧。虽然我长得没你家儿子帅，但至少不算丑。仔细看，我俩其实还挺配的。不信我凑近点儿，你仔细瞧瞧。你这家伙怎么回事？疼！都说让你正经点了，有这么跟家人打招呼的吗？慈年，在伯母面前你得给我留点面子，好歹是第一次见面，一定要留个好印象。屁的好印象，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轻点，轻点，咱妈看了会心疼我的。去你的！你认识他？应该不认识吧？也许他不是来找我们的。慈年，是不是你回来了？您是？我是钟叔啊，年年，你还记不记得我？钟叔？您是钟叔？您怎么会在这里？钟叔是我们家的老主厨了，这么多年一直跟着我妈，从小看着我长大。后来我妈大了肚子，他就跟着一起回了山城老家，直到我回到徐家，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老人家了。现在还后悔跟我一起出门吗？要不是我，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钟叔他老人家呢。人和人的相遇还真奇妙啊！钟叔也算得上除了爷爷和我妈以外，跟我最亲近的人了。如果不是因为入狱，我也不会跟他失去联系。要这么说的话，你要是当初没进去，还碰不上我呢，是吧，年年？你不许叫我这么肉麻的名字！快，凭什么人家能叫我不能叫？我可是被伯母亲封的东床快婿，你不让我叫，我偏叫。年年，年年，说起来这名字写的真不错，我以后可以改名叫虎虎，这样子你们父子俩就可以组成年虎组合，听着就好萌啊。都说了是小时候的乳名了，你小时候难道就没有？说不定还不如我呢。什么狗蛋、黢黑狗，小王八最适合你了。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应该最清楚了。你干什么呢？钟叔，您别动手啊，有事好好说。年年，你别拦着我，你这样的最容易被欺负了。现在的流氓这么多，你别被他骗了。我全手全脚的，怎么就最容易被欺负了？我又不是娘们儿。钟叔从小看着我长大，又对老妈忠心耿耿，那会不会也知道我身体的秘密？钟叔，我敬您是长辈不还手，但我也不是平白无故被打的主。我跟慈年的事情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您只是他妈妈的朋友，管这么多不觉得多余吗？你在我家欺负年年还有理了？万一搞出什么事情，你担待得起吗你？老爷子，您搞清楚情况再说行吗？慈年都带我去见他妈了，我能把他搞出什么情况？钟叔，您听我说，这真是个误会。他是我朋友，我们不是你想的那样，您明白我的意思吧？这次也是他一直陪我回的老家，我这才能见到您的。确定他不知道？绝对不知道。钟叔，我好饿呀，我们有什么吃完饭再说行吗？我都想你做的饭了。行，那我赶紧去做饭，可不能让我们年年饿着。对不起，老爷子见到我太激动了，保护欲过剩，你别介意。这孔雀一定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你头还好吧？算了，与其一次次的逼迫，还不如等他真正的跟我敞开心扉。没事儿，老爷子看着凶，其实没用多少力气，你亲我一下就不疼了。傻蛋。钟叔，你的手艺还是不减当年啊！原来我爷爷都夸您是徐家的金字招牌。哎呀，比不上大小姐，大小姐才是真的好手艺。我就是跟她学徒的，到现在也才学了一点皮毛。要是大小姐还活着，哪儿还有徐家什么事啊？可惜了呀。钟叔，凭您这手艺，就没有想过也开一家饭店？问得漂亮。当初我跟着大小姐离开徐家之后，就没打算再干这一行，干了能有什么用呢？靠的也是大小姐给的本事。
让我靠着赵家的秘方给自己赚钱，这么缺德的事儿，我干不出来。那您现在在做什么？无儿无女的，总得找个依靠吧？我呀，就仗着对那些野山椒、折耳根之类的东西有点研究，我就帮着一个老伙计打理养殖场，每天去菜地教那些小朋友们怎么栽种、培植，然后到了下午去墓园看看大小姐，晚上回家睡觉，日子就这么凑合着过呗。钟叔是个技术人才啊，赶紧下手挖过来。念念啊，你给钟叔说实话，这7年你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来看看你妈妈？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不是那种有钱就忘本的人，可你为什么不回来呀？你知不知道，钟叔手里拿着你妈的日记和赵家的秘方，心里多难受啊！我都一把岁数了，说不准哪天就走了，可是手里还拿着大小姐的东西没物归原主，到时候赵家宴要真是传了，那我怎么对得起你和你妈呀？钟叔，您这话我怎么听不懂？我妈走的时候我就在她身边，她没说有东西要留给我呀。你从小到大都被当成接班人培养，她觉得你跟她学做饭也是浪费时间，所以一直没跟你提这件事儿。后来她临死的时候才后悔了，想把东西给你，可是当时你还小，给了你就等于便宜了徐家。大小姐不愿意她死了之后你还要被徐建国利用，这才偷偷地把秘方和日记塞给了我，叮嘱我等到你大学毕业能独当一面之后再给你。您从小看着他长大，应该很清楚他几岁大学毕业，为什么等到现在才说？当年天天算着日子等着你长大，没想到就在你23岁那一年，我的心脏病突然犯了，在医院里躺了大半年才出院。后来我去 S 市找你，结果所有人都不知道你去了哪里，徐家那边更是大门紧闭，一听我找你就直接把我轰了出来。当时我就想，你总会来看大小姐的，我就每天去墓园等着你，这一等就是7年啊！我真怕我等不到你回来，自己就先死了。钟叔，徐新年，我一定会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钟叔，您愿不愿意跟我走？我这7年的事情一时没法跟您解释清楚，但我的确不是真心丢下您和妈妈不管。你也说了，不愿意让妈妈的手艺失传，所以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干一番大的，让徐家也知道，拿走的迟早要还回来。你不就是徐家人吗？说的这叫什么胡话？你放心，我老头子的确恨徐建国，但是跟你和徐老爷子无关。徐建国搞出个私生子，把慈年挤走，这个私生子害死了徐老爷子之后，还要害死慈年，这种人算得上家人吗？年年，他说的真的？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徐家，自己搞了个养殖场，还准备再开个小饭馆。如果钟叔您愿意的话，我真的很希望您能跟我一起来，把徐家从那个私生子手里抢回来。徐建国真的把你赶出家门了？妈的，他到底把大小姐的脸面放到哪里了？当初拿赵家的配方打着徐家的牌子挣黑钱，现在还敢这么对你？早知道我就应该拿菜刀剁了这个龟孙子。年年，你等着，钟叔给你撑腰。钟叔，大小姐的东西我现在物归原主，我老钟的心愿也了了。这辈子一共没剩下多少年，我豁出去这把老骨头了。钟叔跟你走。钟叔，这趟旅行不仅让我找到了母亲留下的遗物，还挖到了钟叔这块徐家当年的金字招牌，简直好运到了极点。既然你这么感谢我，
不如以身肉偿吧。啊，滚！钟叔的到来，立刻就解决了徐慈年的养殖场因为寒流而濒临倒闭的问题。徐慈年的鱼腥草因为质量优、价格好，引得各路商家来下订单。清源养殖场的经营也终于步入正轨。手头有了资金之后，徐慈年就开始筹划着开一家餐馆。我就说你脑袋一定是被门挤过，想要做一块好地皮还不容易。你随便给曲成招呼一声，他保准会在豪庭里面给你留一块最黄金的店面，何必自己满大街的跑来跑去？喂，别装哑巴不说话，我刚才的话你到底听没听见？哎，别走这么快啊！我操，这些太高了，我跟不上了。我就是出来看个房子，你也非要跟着。现在走不动了，就这么多废话。我说小茂同志，你穿上女装麻烦能不能矜持一点？不能，谁让你家大 boss 天天往咱家跑，我这电灯泡就得到处躲。今天我穿成这样，就是要跟你们这对狗男男耗上了，看谁恶心过谁。松手！就不。罗叔叔，什么是电灯泡啊？电灯泡就是妨碍你爸跟人亲嘴的人，比如你罗叔我。罗小茂，你够了！爸爸，下次程程什么时候来看我啊？他什么时候来看你很重要吗？难不成你这小兔崽子还要提前安排档期啊？才不是，因为我要提前告诉他，要带好多好多的糖糖，没有好吃的，我也要登电灯泡。你看中的房子就这里？是啊，就是这里。如果房子质量还不错的话，今天我就租下来。我看你的脑袋的确是被门挤了。这里这么冷清，连个像样的馆子都没有，你把饭店开在这里，哎，是准备赔得血本无归是吧？就因为这里没有像样的饭馆，我才要开一个。反正我手头上也没有多少钱，这里的房价又便宜，就算周边萧条一点没有关系，酒香不怕巷子深，是吧，儿子？你没钱？你敢说你没钱？屈成手里随便一家娱乐城一天的营业额就能给你在市中心买一套房子了，好吗？你就算不想依靠他，但你俩这关系，让他拿出点钱给你租个好地方又怎么了？哎，你干嘛掐我呀？你先别嚷嚷了，我跟你说正事，你有没有感觉好像有人在盯着我们？啊？你别到处乱看了，打草惊蛇了怎么办？你没事儿吧？大白天的疑神疑鬼干什么呢？这里哪有什么人盯着我们呀？我看你呀，是白天忙工作，晚上还得应付大 boss， 累得两眼昏花了。如果真有人盯着我们，刚才走了一路了，怎么也没事儿，偏偏到了这里，你才感觉到，难不成这破烂房子还闹鬼了？你看，你还没租下这房子，就碰上这么灵异的事儿，没准啊，就是这房子风水不好，咱说什么也不能租了。要是以后遇上个鬼呀怪呀的，多不吉利呀！爸爸，有鬼怪！没有什么鬼，别听罗小猫胡说八道。我跟你说正经的，你偏偏拿糊弄小孩的那一套跟我瞎白话，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别生气嘛。算了，你要是觉得这房子风水不好，就别跟着了。看好窝窝，在楼下等我一会儿，我上去跟房主聊一聊就下来。爸爸，不要去。你乖一点儿，爸爸一会儿就下来了。晚上我带你去吃火锅好不好？把鸡蛋和虾滑煮得嫩嫩的，蘸着调料给你吃。我怕，爸爸不要丢下我。窝乖啊，刚才叔叔是吓唬你的，哪有什么鬼呀？你爸爸愿意上去就上去吧，叔叔带你去吃蛋糕。徐先生，我都在这里等了你1个小时了，你到底还来不来啊？不好意思，我已经在楼下了，马上就上来。行了，你上去吧，你儿子估计是饿了，我哄着他就行了。你上去吧。爸爸，不要丢下我！爸爸，赶紧吧你！爸爸，我真是怕了你了，小祖宗，
走，你看不见你爸，估计也没心思耍横了。别闹了啊，咱们去对面吃蛋糕去。小梦，停下来！思念，我，思念，我。哎呦，救命！哎呦，救命啊！撞人了！都怪我稀里糊涂抱走窝窝，是我把他们硬生生推到了鬼门关上。罗小茂，思念和窝窝现在怎么样了？成哥，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思念要不是为了救我，也不会。你先别哭，到底是怎么回事？思念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还好好的。有辆车冲着我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当时还在我手里，思念看见就扑过来，好多血。你说有人故意撞你们？你看清楚是什么人了吗？没有，什么都没有。那辆车没有车牌，呼一下就冲过来了。肯定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惹到了不该惹的人，才连累的思念和我。万一他俩有个好歹，我……住口！他俩会好好的，没事的，没事的，思念会没事的，我也会没事的。到底是谁对他们下的黑手？成哥，你别这样。小家伙呢？他怎么样了？说啊，你不是抱着他了吗？怎么他进了手术室，你他妈还在这活蹦乱跳的？成哥，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他妈宁愿死也不愿意让我和思念给我赔命啊！大夫，他们怎么样了？2台手术同时进行，大人暂时安全，但是孩子恐怕不太好。大夫，您给句准话，有什么好药好仪器都尽管用，钱不是问题，但是孩子，你一定得救救他。放心，只要有一丝可能，我们都会尽力而为。不过现在孩子出血太多了，而且年纪还这么小，恐怕……求你救救他吧！只要能把窝救回来，我给您跪下都行。您别这样。不是我们不尽力，实在是现在医院的血库不够了。我们没有 O 型血。你们谁是孩子的家人？除了父母这种直系血亲外，只要是 O 型血的就赶快联系，再耽搁了恐怕就……那太好了，大夫，我就是 O 型血，也不是他的直系血亲，您赶紧用我的血，出多少都没关系。那就好。你赶快去跟护士去做一下检查，符合标准，马上就给孩子用上。跟我来吧。麻烦你了。成哥，你不能去，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好不好？罗小豹，以前你联合慈年骗我那些事情，我都可以不计较。但是如果因为你耽误了窝，我发誓，一定弄死你。不行，你不能去！我求你了，成哥，我不会害慈念和窝的。这血你说什么也不能给我。我说你没事吧？现成的血源不用，非得舍近求远。您真是孩子的家属吗？咱们再想想办法，再想想。好，我信慈年看人的眼光，但是你要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不让我给窝输血？我不能说，如果说了，慈年肯定要恨我一辈子。阿四，马上联系省院的孙院长，他一定有办法救我。是。又没血缘关系，多一个人疼他，你还吃醋啊？谁说我俩没血？是直系血亲吗？当天晚上，孙院长带着精英团队及时赶到，终于在鬼门关前把窝拉了回来。窝，
你怎么样？睁开眼睛看看叔叔。我，屈成，你别这样，小家伙的麻药还没过去，你现在叫他也没用，让他今晚在重症监护室里好好休息，你不用太担心。不是已经救过来了吗？为什么还要进重症监护室？孙院长，他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放心，他只是失血过多，所以一度凶险，及时输上血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他毕竟年龄太小，难保不会出现什么排斥反应，所以要留在重症监护室里再观察几天。如果情况乐观，很快就能转普通病房了。这样就好。今天多谢您了，孙院长。以后但凡用到我屈臣的地方，您尽管开口。这份恩情，我会记一辈子的。哪里。当初我孙子被绑架，多亏了你出手相救，是我欠你的才对，你倒是先谢起了我呀。不过屈臣，你小子也真是的，有儿子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都不通知我？如果今天不是用得着我了，是不是还准备瞒我一辈子呀？您怎么会认为我们是父子？难道不是吗？可是你俩长得太像了，特别是这双眼睛，跟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而且你不也是 O 型血吗？既然不是他爸爸，刚才为什么不给他直接输血，还急匆匆的给我打电话干什么？当时情况太紧急，我一着急就给忘了，光想着您是这方面的泰斗了。好吧，我就当真是这样了。不过屈臣小子，你以后也别糊弄我了。您这是什么表情啊？之前看不上我闺女，说什么自己喜欢男人，不照样跟别的女人搞出了个娃？当不成亲家，我也不会难为你，是不是？这真不是我跟女人生的孩子。不是你跟女人生的，那还能是个男人不成？好吧，你的私事我也没法插手。不过我劝你去验一验那孩子的 DNA， 这世界上没有这么多巧合。罗小猫，我不会再逼你说什么了。我的事情，我会自己去查。希望你最好不要跟此年透露什么，也不要三番四次的阻拦。听清楚了。